大家好，因为最近我又遇到一个状况，那我那个状况就是，我有发现我的汽车在冷车发动的时候，我的水温上来的速度有比较快，然后再加上我有发现我的副水箱，它很容易水就会比较满，因为水箱的工作原理就是，如果水箱压力过大的话，水箱盖它会上升，它会把压力大的话，它会把它挤开，然后热水就会流到副水箱里面去做冷却。我也有发现我车子会副水箱的水会减少，然后速度我感觉速度算有点快，量不会很多，但是可能我只要有开它就会少，我只要有开它就会少。那在前几篇里面有朋友提醒我说，有没有会不会是就是气缸床垫片有漏，然后水被气缸烧掉了。但是我是回答说，如果因为我4个活塞都很干净，是有这个可能性，但是你要同时4个缸都在漏水的几率真的非常低，所以我就有做观察，我就有比较注意我的副水箱水位的问题。那我观察到最后，我发现有可能是水箱盖在搞鬼，但是水箱盖你怎么看都没有坏哦。在我前几篇里面有关于散热水箱盖、水箱的影片里面，我都有聊到水箱盖的问题，只是今天就是单独把它拿出来讲。你看哦，这一颗是我最后装的水箱盖，因为因为这个问题，我已经先把水箱盖换下来了，我换另外一颗正常的。那它的2块垫片、2块橡胶垫片都没有变形，然后外观也都正常。唯一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看到？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，这边有2条裂痕，这边一个横的，上面有一个横的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，会不会是水箱盖的问题？因为基本上来说，外面这一圈大的外面这一圈大的橡胶垫片，它是要维持整个水道、整个散热系统、整个水箱的压力。外面这一片，它是负责这个，然后这一片是堵住水箱，但是它会活动，它就是给水箱一个压力。当水箱的压力过大的时候，它会把它撑开。撑开以后，水会流过去副水箱，然后当水箱里面的压力跟温度下降以后，因为虹吸原理，它会把这个小盖子再吸开，它会把它再吸开，然后再让那些已经排出去的水再流回来。然后水箱盖，像这颗是0.9的，然后这颗是1.1的。水箱盖最大的用意就是要让水箱里面的压力，维持在一定的程度，然后它才能进行，譬如说虹吸原理啊，然后一些循环的东西。那像我刚刚有讲到这一片，基本上整个水箱、整个散热系统它是密闭式的。当然，你这块打开的瞬间，压力会把过热的水挤出来，但是当它挤完以后关起来以后，它会再继续制造，把水到水箱加压。所以之前我有聊到，如果你原厂的是0.9，建议就是装到1.1就好，除非你有装那个全铝制的，或者用改装水箱，你可以装再大一点没关系，但是
那个是比较局限于有特殊用途的，像比赛车啊，或有你有在比较剧烈驾驶的时候，才会去装到1.3甚至更高。那刚刚讲到水箱盖的主要功能，它就是要维持整个水箱的密闭性，然后维持住它的压力。那为什么我会说我这次应该是水箱盖出问题？我记得很久之前有人问过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水箱盖上面这张贴纸到底在干什么的？我之前也有讲到这个问题。然后那时候因为理论上，因为市面上有一种水箱盖，它是没有这张贴纸的。你直接就可以看到它中间是一个类似像铆钉的东西。基本上它的水箱的轴心，我们以这个轴心为基准好了。这一个小盖子中间这一根，它是活动的，但是里面那个轴套，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一个金属的？像我这个是铜的，它的轴套那一个轴套，它是跟这个是一体的。然后像我现在这样转好了，你看它可以晃动，然后它有间隙，上下也有间隙，左右平移它也有间隙，然后左右摇它有间隙。但是当我摸在这边的时候，如果是那种没有贴纸的水箱盖，你这边再怎么晃动，它这边不会跟着动，因为它这边就是它那个类似压合的那个铆钉那个铆头，它压得很紧密，它不会漏气。那像我现在这一颗有问题的这一颗，我的手指顶在这边，然后我这样左右转，我可以感觉到那个轴套跟着在动，甚至上下的时候，我这样上下拉的时候，我都可以感觉到这个轴套它是活动式的。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。你看哦，如果我这边压紧一点，我这样转，它还是会跟着动。然后这一个垫片，因为轴套是贯穿式的嘛，所以变成这一块橡皮，这块橡皮中间也有洞。这样懂我讲的意思吗？它的中间也有洞。那当你水箱盖盖住的时候，你的压力升高的时候，压力是不是有可能会从轴套跟这块橡皮中间的间隙露出来？因为这个问题，应该可以看到，我在这张贴纸外面我又贴了一层透明胶带，我就是在测试说它会不会从这边漏气。因为我这样压，我现在这样往下压，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听到。我这样压的时候，这边的气会从这边泄漏出来，表示这个是通的哦。这边因为如果把贴纸撕掉的话，这边是一个凹槽，一个小凹槽，然后中间是这个铆钉，类似铆钉头的那个轴心轴套。那我这样压的时候，气会往这边跑。那相对的，是不是有可能我们水箱盖住的时候，当压力上来的时候，它的压力会从这边漏掉，就变成说这个水箱盖根本就没有加压功能。我刚刚有没有讲到水箱盖为什么要加压？就是因为就像压力锅好了，压力锅我们给水一个更大的压力的时候，像正常来讲，水的沸点是100度，水只要超过100度，它会气化变成水蒸气。那相同的道理，如果我们给它比较大一点的压力的话，水的温度就可以上升，它的沸腾点可能会变成120度、130度。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？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，我这颗水箱盖在漏压，表示我的水箱根本没有加压，所以变成说
我的水很容易沸腾，就是可能到了90几度、100度，我的水就在滚了，然后水就形成水蒸气漏出来，往外漏，可能就直接往这边就直接就喷出来。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的水会一直减少。我那时候就在想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的问题？因为我在换这颗水箱盖之前，我的水温上来的速度应该是正常，不会很快。然后我换完这颗水箱盖以后，我可能只要发车，然后东摸摸西摸摸，准备好以后，我一看，我的水温已经上到了工作温度。那时候我就想，天气有这么热吗？怎么可能会水温会上升这么快？然后那时候我就没有想太多。然后后来是加上我一直发现我的副水箱水，因为我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我回到停车的地方，我会把引擎盖打开，我会把副电极拔掉。然后在这个同时，我就开始会注意副水箱的水位。我有发现我的副水箱水位会比较高，而且几乎每次都是高的，它没有少的时候，那就表示，因为你水在沸腾，水变成水蒸气以后，它变成气体以后，那个压力就更大，所以变成我水箱盖的这个压力阀，它很容易被顶开。顶开以后，然后水是不是就往外漏？往外漏的同时，那些压力就从这边跑掉，所以这个压力阀很快又关起来，它就一直这样重复，很快。水一沸腾变气体，压力增加，它把它顶开，顶开以后水漏出去，然后气体一样就往它其他的压力就从这边漏掉，所以它就一直在重复这个动作，所以变成说水流到副水箱的几率变高，所以变成水量变高。然后我把这颗换掉以后，因为这两天台风嘛，可能你们看这片的时候可能已经是8月底9月了，所以我拍这片的时候是杜苏芮台风刚走掉，然后现在天都是阴天，所以我是觉得这张贴纸，如果你们去检查你们的自己车子的水箱盖的时候，我是建议啦，如果看到这张贴纸有破，真的就换一换，要不然这样子一直烧水，而且你水箱的温度一直保持，因为没有压力，水道的压力不够，所以变成说它的水就是100度，它就沸腾就变成气体，气体出来以后压力增大，最主要是那个水蒸气啦，水蒸气如果一直往外漏的话，相同的道理，水蒸气冷却以后又变成水嘛，所以就变成你失水的几率会变高。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，而且我印象中一开始好像只有破一个洞，它没有破2个洞。当然了，这张贴纸的重要性目前是我自己在猜测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几率蛮高的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这个轴套贯穿到这边，然后你怎么去摇晃，怎么去测试它有间隙在，那就表示这一片它中间也是空的啊，假懂我意思吗？有没有？这一片它是整个跟轴套压在一起的，但是当轴套你这样去测试轴套有间隙的时候，表示它就会跑过去啊，应该是这个道理没有错啊。总不可能是里面这一块，里面这个铁片，因为压力这种东西，它真的就是无缝不钻。像水箱，如果它的结合处有稍微的空隙的话，你就会漏水，就会漏压。所以如果可能你们有发现你们的
像我现在的状况就是，我冷车的时候水温上升起来很快，但是我不会过，我水温不会超过我，因为你只要水温超过，水温到一个程度，你的散热系统、你的散热风扇就会开始转，所以我的水温也没有过高，但是就是冷车到热车这个时候的水温上升得很快，然后再加上副水箱会少水，而且车辆引擎在发动的过程中，副水箱的水位上升的速度的频率也比较多，也比较高，所以应该是这个造成我的觉得啦。如果各位朋友有不同的见解，也麻烦跟我讲一下，因为我这个现象是自从换了这个水箱盖以后才出现。那我刚刚有讲，我现在已经换了另外一颗，所以最近如果有机会开车的话，我会再注意看看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水箱盖的小毛病，一个小洞影响到整个散热系统的工作异常的介绍，就到这边了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